我爹杀了一辈子京官，临死前攥着我娘的手腕，逼着她发下重誓，往后但凡下雨天有来借宿的人，万万不能留夜。我娘跪在炕边，头点得像捣蒜，满口应下。可爹刚闭眼入了土，他就把这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半点痕迹都没留。那日雨下的瓢泼，天阴的像泼了墨，他竟真的留了个陌生女人在家过夜。更过分的是，入夜后还催着我哥摸黑进了那女人的房间。第二日天刚蒙蒙亮，那女人是扶着门框挪出来的，臀胯一扭一扭的，双腿像是被什么粘住了，半天迈不开一步，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。我哥跟在后面走出来，满脸的意犹未尽，慢条斯理系着腰带，瞧着那女人的模样，竟直接上前打横将人抱起。女人吓得浑身发抖，眸子迎着泪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回家。我站在院角，看着她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竟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她大抵是不知道，女人这副模样在男人眼里本就是最致命的诱惑。果然，我哥舔了舔嘴角，全然不顾她的哀求，又抱着人折回了房间。没一会儿，屋里就传出撕心裂肺的求饶声，一声比一声凄厉。我娘站在院子里，冲着那房门狠狠吐了口口水，满脸鄙夷的撇着嘴，死装，心里指不定多乐意呢。等我哥一脸满足的出来，我娘竟找了根粗麻绳，将女人的四肢牢牢捆在了床上，怕她趁夜偷跑。我看着女人满身的伤痕，眼底的生无可恋像潮水般漫开，心里竟有些不忍，小声劝道：娘，把绳子解开吧，你看她手腕都勒出血了。这话刚出口，我娘就愤恨地剜了我一眼，扬手就是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瞬间炸开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她既然进了我家的门，就是我家的玩意儿，轮得到你在这多嘴？我捂着肿胀的脸颊，瞬间噤了声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入夜，我哥喝得醉醺醺的回了家，身后还跟着3个满脸胡茬的大汉。这几人是村里出了名的流氓，平日里偷鸡摸狗，游手好闲，再加上我哥本就是村里的恶汉，几人凑在一起，没半点好事。见他们直直朝着女人的房间走去，我心下一紧，弱弱的喊了声哥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带着人径直往里冲。我心一横，咬牙拦在了房门口。哥，你喝多了。我哥没说话，我娘却突然从屋里冲出来，一把将我拽到一旁，拿起墙角的扫帚就往我身上打，一边打一边骂：男人是天，找乐子的时候，你一个小崽子插什么嘴？我捂着头，连哭带吼地求饶，可他手上的力道半分没减，直到扫帚被打断成2截，他才喘着气停手。我拖着浑身的疼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跄着躲进柴房。隔壁的尖叫声、哭喊声透过墙壁传进来，刺得我耳膜生疼，一夜无眠。天刚蒙蒙亮，隔壁的动静终于停了，我才敢从柴房出来，把灶上温着的粥端着，往女人的房间走去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女人的衣服被撕扯得稀烂，浑身都是青紫的伤痕，触目惊心。我扯下身上打了补丁的破布，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污秽，又用勺子舀了粥递到她嘴边。她却突然惨然一笑，偏过头，轻飘飘说了句：神人可真丑啊。我愣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只得低下头。谁知她忽然诡异地笑了，眼底的凄惨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一片冰冷。我们家族最是记仇，你今天给我送了一口饭，我便还你一个因果。从明天开始，村里所有的鱼类一概不要碰，也不要吃。她的声音冷得像冰，还带着一丝淡淡的死人味，听得我浑身冒起鸡皮疙瘩。我不敢再多待，放下粥碗，快步逃离了房间。没成想，第二日一早，那女人竟死在了房中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。我娘发现时，她的尸体已经起了尸斑，全身硬邦邦地僵在床上，可脸上却没有半分痛苦，反而挂着一抹诡异的笑。我娘嫌晦气，皱着眉让我把女人的尸体丢去后山喂狼。我找了张草席，简单将她裹起，背着往后山阴气最重的乱葬岗走去，挖了个不大不小的坑，将她埋了。我蹲在坟前，盯着那抔新土看了好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一条手腕粗的大蛇突然从坟边的泥土里破土而出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往家跑。刚到家门口，就见我娘拿着一根带刺的树枝站在院子里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见我回来，她不由分说就拿起树枝往我身上招呼，我不敢躲，只能抱头求饶。等她打累了，气喘吁吁的停手，我才抱着头连滚带爬地回了自己的小房间，翻出平日烧火剩下的石灰，往身上的伤口上擦，费了半天劲，才堪堪止住了血。那钻心的疼直入骨髓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夜难眠。第二日，一阵刺耳的尖叫将我从昏睡中惊醒，我急忙起身跑到院子里，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。院子里堆着满满当当的新鲜黑鱼，这些鱼周身长着奇怪的纹路，眼睛还泛着雪白的光，看着瘆人的很。我哥明远眼冒金星，盯着那些鱼直流口水，这可是黑鱼，鱼肉香得很，今日不知怎的，河里竟泛滥成灾，抓都抓不过来。看着这些鱼，我脑中瞬间想起那个女人的话，
后背顿时泛起一阵凉意，手脚都凉了。我哥让我娘赶紧准备鱼叉和竹篓，自己则撒腿去村里喊人，要一起去抓鱼。没一会儿，全村的青年就聚在了村口的小河边。寻常人见了这些怪异的鱼，怕是早吓得退避三舍，可我们这地方穷山恶水，能不饿死就已是万幸，哪里还顾得上害怕？更何况这些黑鱼都浮在水面上，非但不逃跑，反而任人抓拿，像是故意送到跟前的一样。不过半个时辰，小河里的黑鱼就被抓了个干净，院里的几口大水缸都被装得满满当当，险些溢出来。我娘生起柴火，在院中架起一口大锅，将水煮沸，众人围在一起，洗洗刷刷，除鳞的除鳞，杀鱼的杀鱼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没一会儿，一锅黑鱼就炖好了，浓郁的鱼香味传遍了整个院子，每个人都吃得大快朵颐，满嘴流油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吃，喉咙直咽口水。可那女人的话却像警钟一样在耳边响着，我死死咬着牙，一口都没碰。端起一旁的泉水，猛灌了几口，压下心头的馋虫，转身跑到了院外蹲着。就在这时，三叔公从院里走出来，坐在了我身边，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鱼肉，可他却一口没吃，端着碗，连鱼带汤都扔进了旁边的草垛里。三叔公是村里的阴阳先生，早些年在村里极受尊重，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要请示他才能做决定。可前些年他在一次祭奠时出了差错，打翻了祭坛，村里人说他亵渎神明，按家规打断了他的一条腿。自那以后，三叔公的日子便一落千丈，成了村里人人都能挤兑的对象。三叔公，这鱼您怎么扔了？我忍不住问道。三叔公叹了口气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语气沉重：小子，这东西吃不得，沾着一股死人味里。前些日子那个女人来路蹊跷，这些鱼八成是和她脱不了干系。只是世事无常，到底是鱼跃龙门还是蟒雀吞龙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我手一抖，心里满是震惊，第一次觉得村里人或许从一开始就误会了那个女人。第二日一早，村里凡是吃了黑鱼的人全都生了怪病，他们的身上突然冒出了鱼鳞状的鳞片，鳞片下还鼓着水泡，一破就往外流黄水，疼得众人哭天喊地。村长被吓得脸色惨白，立马让人去隔壁村请了远近闻名的阴阳大师过来。大师绕着众人走了一圈，又仔细端详着几人身上的病症，最后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这件事因果牵扯太多，我这老头子还想多活几年，你们另寻高就吧。村长一听就懂了大师的意思，赶忙召集全村人，凑了一袋子钱塞给大师。大师瞬间喜笑颜开，把钱揣进怀里，拍着胸脯说：既然大家心如此虔诚，那我便豁出命去帮你们一把。大师让人架起大锅煮水，又将几张黄色的符纸扔进水里，搅和了几下，让身上长鳞片的人各喝一碗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隔天一早，大师就死在了村外的水渠中，他的尸体像一具风干的干尸，浑身上下长满了鳞片，还时不时地往外冒黄色的脓水。这下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恐慌，人人自危。就在这时，我娘发现了毫发无损蹲在角落的我，她红着眼睛冲过来，一把将我拉到众人面前，厉声质问：全村人身上都起了鳞子，怎么就你没事？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1、2、3，我就打死你！话音未落，他就抄起一旁的棍子，狠狠砸在我身上，我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下一刻，三叔公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用他那佝偻的身体挡在我面前，声音洪亮：都给我住手！这小子的命是老头子我护下的，他要是死了，你们都没得活。三叔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院子，众人皆是一愣，这时他们才猛然想起，三叔公当年也是有真本事的。村长面色大喜，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冲到三叔公面前，哀求道：三叔公，咱们都是本家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三叔公凝重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后从桌上拿起一把小刀，毫不犹豫地在自己干瘦的胳膊上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，鲜血顺着他的手肘往下流。他赶忙拿起一旁的小碗，接了小半碗血，又兑上井水，让每个身上长鳞片的人都来喝一口。神奇的是，众人喝下后没多久，身上的鳞片竟开始慢慢脱落，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感也随之消失了。刚才还对三叔公百般嘲讽，挤兑的村民此刻全都围着他千恩万谢，把他当成了村子里的守护神。可三叔公却疲惫地摆了摆手，眼神凝重地看着众人：哎，阳气之血只能镇压一时，解不了因果，日后你们便自求多福吧。当天晚上，我抱着装着石灰的布包，翻窗出了屋，趁着夜色跑到了三叔公家，把石灰递到他手里：三叔公，您快敷上，这玩意儿能止血。三叔公欣慰地点了点头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，自顾自地将石灰抹到伤口上。看着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痕，我鼻头一酸，眼眶泛红。三叔公，咱们跑吧，他们都是疯子，今天能为了活命求您，明天就会为了活命杀您的。这不只是为了他们。三叔公摇了摇头，语气严肃：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果不从根上拔除，就会殃及无辜。
届时会有更多的人丢了性命。话音刚落，三叔公就从柜子里掏出一件尘封已久的桃木剑，塞到我手里。这桃木剑是雷积木制成的，你一定要贴身佩戴，假以时日，或许能保你一命。我听话的将桃木剑挂在脖子上，又反复劝三叔公多加小心，才转身回了家。可我还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与自私。仅仅过去2天，村民们的身体就变得更加怪异。他们的肚子像被吹足了气的皮球，撑得又薄又亮，几乎能看清皮下的皮肉和血管。这时，他们又想起了三叔公的血，于是再次一窝蜂地冲到三叔公家，将他围了起来。有人扯着嗓子喊：“三叔公，你都半截入土了，用你的命换大家的命，也算积了功德了。”眼见众人摩拳擦掌，目露凶光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冲上前挡在三叔公面前，红着眼睛喊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想杀人吗？”我娘从人群中窜出来，扬手就是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嘴里不停咒骂，说我是丧门星，多管闲事。随后不知是谁从背后给了我一棒子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彻底昏死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天已经黑了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，顾不上身上的疼，朝着三叔公家小跑过去。刚到他家门口，就听到一阵熟悉的轻笑，那笑声像极了那个死去的女人。我心里一紧，抬手推开大门，只见三叔公毫发无损地端坐在石桌旁，而他对面坐着的，赫然是我亲手埋葬的那个女人。我吓得魂都快飞了，手里的石灰包险些掉在地上，冷汗顺着脊梁骨往外冒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你是回来报仇的？”那道身影动也不动，像个没魂的木桩子。就在这时，三叔公提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慢慢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笑着说：“阿晨，别自己吓自己，那是你三奶奶留下的旧衣裳，挂在那儿晾呢。”我揉了揉眼睛，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看去，果然，那只是一件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的青布袍子，挂在竹竿上。我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心说自己真是草木皆兵了。我走到石桌边坐下，才发现三叔公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他那条干瘦的胳膊露在外面，上面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烂布条，布条正往外渗着血。三叔公，我给你带石灰来了，你身上没长那玩意儿吧？三叔公摇了摇头，慢慢解开布条，那道伤口依旧深可见骨，是他白天为了救那些白眼狼，硬生生割开的。我仔细看了看，伤口虽然吓人，却干干净净的，一片鳞片都没有。我没吃那鱼，自然长不了鳞，可村里那些吃过鱼的，这回是真要把命填进去了。我低下头，小心翼翼地帮三叔公抹上石灰，包扎伤口。就在这时，院墙外面传来了村民们的惨叫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凄厉无比，听得人心惊肉跳。三叔公告诉我，那些长了鳞片的人，半夜都疯了似的往水井边爬，嘴里不停喊着渴，说是嗓子要冒烟了。我看着那晃悠的青袍子，心里总觉得不安稳。帮三叔公包扎好伤口，我又放心不下家里，便跟他告了别，摸着黑往家走。路过村口的大水井时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浑身发冷。月光下，井边围满了人，全是白天吃过黑鱼的村民。他们一个个肚子鼓得像皮球，正拼了命地往井里挤，互不相让。我哥明远也在里头，他力气大，一把推开旁边的老人，抓起井边的吊桶就往嘴里灌水。那喝水的动静像一头渴极了的牲口，粗重又急切。哥，你别喝了，肚子都要撑破了。我冲上去想拉他，可我哥压根不理我，他喝得满脸是水，眼睛在月色下泛着惨白的光，跟那天水缸里那些黑鱼的眼睛一模一样。我这才注意到，这些人的皮肤在月光下亮得不正常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密密麻麻的鳞片，已经从脖子长到了脸上，在月光下透着一股冰冷的寒气。井里的水被他们打得溅了满地，可众人还是不肯散去，有人干脆趴在井沿上，伸手去捞底下的泥水往嘴里塞，模样癫狂。就在这时，我娘秀莲也从人群里钻了出来，她一边疯狂地抓着脖子，一边疯了似的喊：“水，给我水，嗓子里长毛了，烧得慌。”我赶紧跑过去想拉住她，可她的手冷得像冰块，皮肤硬邦邦的，摸着扎手。她一把甩开我，力气大得惊人，直接扑到了井边，跟着众人一起抢水喝。三叔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身后，他看着这群疯了一样的人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阿晨，别管了，这水井救不了他们，反而会害了他们。”我转头看向井里，竟发现井底冒出了一股黑色的烟气，丝丝缕缕往上飘着。而那些喝了井水的人，肚子似乎变得更加透明了，仿佛轻轻一戳就会破掉。天刚蒙蒙亮，我还没睡时，就被一阵剧烈的砸门声惊醒。我娘和我哥带着几个村民，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院子，他们的样子比昨天更吓人了。我哥明远的半张脸都被黑色的鳞片盖满了，说话的时候嘴里竟冒出一股子浓重的死鱼腥臭味。阿晨，三叔公那个老不死的在哪？快让他把血交出来！我娘秀莲瘫坐在地上，
用指甲疯狂地抓着胳膊上的鳞片，抓得鲜血淋漓，可那些鳞片像是长在骨头上一样，根本弄不掉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眼里满是痛苦和哀求。阿晨，你去把你三叔公请来，求他再救救娘，娘快疼死了。我看着他们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心里虽然难受，却也清楚，三叔公为了救他们，已经快把命搭进去了。三叔公也没血了，他昨天割了那么深的口子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我哥听了这话，眼睛里的白光更盛了，他一把揪住我的领子，将我整个人提了起来，眼底的戾气根本不像个正常人。他不给血，我们就去放干他的血，反正他也是个快入土的烂货，用他的命换咱们全村人的命，值了。周围的村民也跟着起哄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哪里还有半点乡里乡亲的样子。在他们眼里，三叔公早已不是救命恩人，而是一罐子能救他们性命的药。我拼命挣扎，可根本挣脱不开。他们推搡着我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三叔公家走去。我心里急得冒火。三叔公此时虚弱得很，要是被这群疯子闯进去，定然活不成了。我摸了摸怀里的雷击木剑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人群冲到三叔公家门口，我哥抬起脚就要狠狠踹向木门。就在这时，那扇紧闭的木门竟吱呀一声自己开了。三叔公扶着门框站着，脸色白得像纸，毫无血色。他手里没拿任何东西，就那么冷冷地看着这群长满鳞片的村民，声音沙哑却有力，都想喝血。谁先来？刚才还叫嚣得最凶的村民，竟被三叔公这股气势镇住了，一时间没人敢上前半步。我哥明远冷哼一声，松开我，大步走到三叔公面前，从腰里掏出一把杀猪刀，咣当一声砸在石桌上。老东西，别装蒜，自己放一碗血出来，大家都好过。三叔公没理他，反而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深意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发黄的破册子，递到我手里。阿晨，拿着，这是你爹当年留下的，他没杀完的那些东西，根子都在这儿。我愣住了，我爹杀了一辈子京官，临死前只留下了那个不许留宿的规矩，怎么还有一本册子在三叔公这儿？我哥见状，伸手就要来抢册子。三叔公突然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，指尖在空中快速画了个圆，一股冷风吹过，竟直接把我哥逼退了好几步，摔在地上。你们以为喝了我的血就能好？三叔公看着众人，语气冰冷，那是阳气血，只能压住一时的怨气。你们吃的是黑鱼，那是那女人的子孙，是来向你们讨债的。村民们听了这话，个个脸色惨白，面面相觑，没人敢说话。我娘秀莲吓得直哆嗦，爬到三叔公面前，磕着头问他到底该怎么办。因果已定，当初你们害那女子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三叔公淡淡开口，现在唯一的生路不在我这儿，在那乱葬岗。说完这番话，三叔公便转身回了屋，闭门谢客，任谁敲门都不再理会。村民们在门口守了大半天，见捞不到半点好处，才骂骂咧咧的散了。傍晚的时候，天色突然阴得厉害，黑压压的云彩压在房顶上，像是要掉下来一样，空气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，还弥漫着一股子浓重的死鱼味，让人作呕。我躲在屋里，小心翼翼地翻看我爹留下的册子，上面密密麻麻画着各种精怪，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注解。翻到最后一页，我看到了一幅画，一条长着人脸的大蛇正潜伏在水底，眼神冰冷地盯着水面，看着让人不寒而栗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响起哗啦一声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子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。这雨下的邪乎，雨水落在地上，竟不是透明的，而是黑色的，像墨汁一样。这雨怎么是黑的？我心里一惊，冲到院子里，竟看到我哥明远正站在黑雨里，他非但不躲，反而张大嘴巴，贪婪地接着那些黑色的雨水。那些黑雨落在他的鳞片上，鳞片竟然像活了一样，开始一张一合地跳动。我哥的身体开始不自然地扭动，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，听得人牙酸。不光是他，全村那些长了鳞片的人，此刻都走出了家门，像一群被牵了线的木偶，摇摇晃晃地往村后的乱葬岗走去。我娘秀莲也在其中，她一边走，一边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对话。三叔公这时候翻墙进了我家院子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桃木剑。阿晨，快带上你爹的册子，跟紧我，那女人要收网了。黑色的雨越下越大，乱葬岗的泥土被冲刷得像溪州一样，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半只脚。我跟着三叔公躲在一棵老歪脖子树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喘。那些长了鳞片的村民此刻正围在那个女人的坟头，用手死命地抠着泥巴，指甲缝里全是血。可他们就像感觉不到疼一样，依旧疯狂地挖着，在这儿，肯定在这儿，那女人身上有解药。我哥明远一边挖一边往嘴里塞泥巴，他竟觉得那泥巴能止住他喉咙里的火。我看着这幅癫狂的场景，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，险些吐出来。三叔公按住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别动，他手里没有拿符纸。
只是紧紧盯着那个被众人挖开的土坑。三叔公，他们到底在挖什么？我压低声音，小声问道。他们在挖自己的命。三叔公的声音带着一丝悲凉。那女人根本没死，他们挖开的不是坟，是祸根。就在这时，坟头被彻底挖开了。我哥明远看到坑底的东西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土坑里根本没有尸体，只有一层厚厚的白花花的鱼卵，那些鱼卵还在微微跳动，看着瘆人至极。而那些鱼卵在黑雨的滋润下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。村民们被这一幕吓懵了，可身体却像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一样，怎么也挪不动步，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些鱼卵。我娘秀莲吓得哭不出声，她看着自己满手的鱼卵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这哪是病啊，这是寄生。三叔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阿晨，看好你爹的册子，真正的活路在那上面。我紧紧怀揣着那本册子，只觉得它沉甸甸的，像是压着全村人的命。趁着村民们还在乱葬岗发疯，三叔公带着我绕着小路回了家。我们躲在偏屋里，点起一盏豆大的油灯，小心翼翼地摊开了我爹留下的那本册子。册子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，稍一用力，似乎就会碎掉。我小心翼翼地翻着，这一页没有画精怪，而是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字迹潦草，透着一股子娇气，想来是我爹匆忙写下的。精怪有灵，受辱必报，若遇灵症，非药可医，须寻其源，还其清白。我一字一句地读着，心里渐渐明白了，我爹杀了一辈子精怪，可他晚年似乎后悔了。他发现很多时候精怪害人，其实是被人逼到了绝路，走投无路之下的反抗。三叔公指着册子上一处模糊的墨迹，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其实是山里清泉的守护者，你哥他们不仅毁了人家的清白，还为了盖新房子，填死了山里的泉眼，断了他的根。挖泉眼？我愣了愣，那跟这些鳞片有什么关系？三叔公告诉我，那些黑鱼其实是泉水里的灵物，因为泉眼被毁，灵物没了容身之地，沾了怨气，才变成了害人的东西。我看着册子，想起我哥他们前些日子确实在后山填了一个老泉眼，当时三叔公还上前阻拦，结果被村民们打断了腿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有了答案，真相就像这盏油灯的光，一点点照亮了眼前的迷雾。可现在全村人都疯了，被恐惧和贪婪冲昏了头脑，谁会相信挖开泉眼能救命？三叔公看着窗外的黑雨，眼神里透着一种决然，他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天亮了，黑雨终于停了，可村子里的气氛却比之前更压抑了，死气沉沉的。村民们从乱葬岗回来，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，眼神空洞，浑身是泥。村长蹲在台阶上，不停抽着旱烟，他脖子上的鳞片已经连成了一片，看起来像穿了一层冰冷的盔甲。见三叔公走来，他赶紧掐灭烟，迎了上去。三叔公，你得句准话，那坟里没尸体，解药到底在哪？三叔公站在人群中间，脊梁挺得笔直，没有半分弯曲。他看了一眼缩在角落里的我哥和我娘，最后把目光落在了村长脸上。解药没有，活路有一条，把后山那个填掉的泉眼挖开，把欠人家的还回去。这话一出，院子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哄笑声，有人指着三叔公，笑他老糊涂了，挖泉眼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咱们现在要的是药，不是水。我娘秀莲也跟着起哄，说三叔公是想借机报复，因为当年大家打断了他的腿，现在看大家落难，故意刁难。村民们群情激愤，甚至有人拿起了锄头，把三叔公围在了中间，眼神不善。我爹的册子上也是这么写的。我举起那本册子，大声喊着，你们不信三叔公，难道连我爹的话也不信吗？我爹的名号在村里还是有分量的。村民们愣了一下，没人再敢随意说笑。我哥明远眼神闪烁，他心里最清楚那个泉眼是怎么被填的，当时他还在泉眼里倒了不少药渣，就是为了毒死里面的鱼，好抓来吃。人群开始动摇了，有人被身上的疼痛折磨得受不了，小声说，试试也行，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。村长看着大家的样子，最后狠狠掐灭了烟头，咬了咬牙，发了话，挖，让几个还能动的后生跟着三叔公和阿晨去后山挖泉眼。我哥明远虽然不情愿，可为了保命，也只能提着铁锹，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。后山的荒地到处是乱石，杂草丛生，当年的泉眼被几千斤的土石压得严严实实，上面还盖了一座废弃的小土屋，泉眼就在这屋底下。阿晨，你爹当年在这留了个东西，得找出来才能开泉。三叔公看着那座小土屋，对我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走进那间破旧的小土屋，屋里满是灰尘和蛛网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我按照册子上的指引，在灶台底下的砖缝里慢慢摸索着。没一会儿，我的手摸到了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件，拿出来一看，是一把生了锈的铁扳手，上面还刻着我爹的名字。就这破玩意儿，
我哥明远撇了撇嘴，满脸不屑：“阿晨，你别是拿咱们寻开心吧？”三叔公接过扳手，没理会他，走到屋后的一个石槽边，将扳手插进石槽底下的一个方孔里，用力一拧，只听见地下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声，像是有一头巨兽在地下翻身，周围的地面开始微微颤抖。枯草丛里竟冒出了丝丝白气，动了，真的有动静！有人大喊一声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村民们见状也顾不上其他，赶紧拿起铁锹，开始疯狂地挖掘。这回他们不再是为了抢解药，而是为了那一线生机，一个个拼尽了全力。我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，心里却没那么轻松。这泉眼被封了这么久，里面的怨气怕是根深蒂固，哪有那么容易消散？三叔公守在石槽边，脸色依旧凝重。他告诉我，开泉只是第一步，能不能让那女人消气，还得看最后的一场戏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随着一声轰隆的巨响，压在泉眼上的最后一块大石头被撬开了，一股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，瞬间冲刷掉了周围的污泥和杂草，水流潺潺，带着一股淡淡的草木香气，与之前的黑雨、死鱼味截然不同。村民们欢呼着冲上去，想用手去捧水喝，眼里满是渴望。三叔公赶紧大喊一声，拦住了他们：“别动！这头一茶水是给人家洗冤的，你们喝了会没命的。”众人吓得赶紧缩回手，不敢再动。只见那泉水顺着地势流进旁边的水沟，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水潭。潭水清澈见底，水面上那个青衣女人的倒影慢慢显现了出来。她就站在潭水中央，静静地看着岸上的这群人，眼神平静，无悲无喜。村民们一个个低下了头，没人敢跟她对视，脸上满是愧疚和恐惧。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我走到潭水边，把那本册子放在地上，对着那个影子深深鞠了一躬。泉眼开了，您回家吧。我哥明远和我娘秀莲也扛不住心里的压力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边扇自己的耳光，一边嘴里不停说着对不起。潭水里的影子微微动了一下，他伸出手，轻轻一挥，潭水里飞出无数透明的水珠，像星星一样落在每个村民的身上。奇迹发生了，那些硬邦邦的黑色鳞片，在碰到泉水的瞬间，竟像冰雪遇到暖阳一样，慢慢融化了，变成了一股股黑色的水流，渗进了地里。掉了，真的掉了！有人摸着自己光滑的胳膊，激动地大喊：“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！”泉水清了，鳞片掉了，村里人像是做了一场漫长而恐怖的噩梦，此刻终于醒了过来。可这梦醒得太快，快到让他们忘了身上的疼，忘了之前的恐惧，甚至忘了自己犯下的错。我娘秀莲揉着自己变得光滑的胳膊，眼里没有半分后怕，反而盯着那口冒泡的泉眼，心思活络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问：“阿晨，这泉水能治病，肯定也能卖大钱。你爹那册子上写没写着泉眼里有没有宝贝？”我没理他，低头帮三叔公收拾东西，心里满是失望。三叔公的脸色比之前更难看了，他看着那些围着泉眼指手画脚、满脸贪婪的村民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阿晨，这水能洗掉皮上的鳞，却洗不掉心里的贪。你看他们的眼睛。”我抬头看去，发现村民们的眼睛虽然不再泛着白光，却透着一种饿狼般的绿光，那是贪婪的光。村长已经开始指挥人手，要把这口神泉圈起来，拉上围栏，收门票钱，让外村的人来打水治病。我哥明远更过分，他竟然偷偷跑回家，把昨天剩下的鱼骨头都捡了回来，说是要晒干了当药引子，卖给城里人赚一大笔钱。哥，三叔公说了，这因果还没了，你还敢动这些东西？我上前拦住他，厉声说道：“呸！”我哥一把推开我，满脸不屑：“老子命大，现在鳞片都没了，还怕个球？阿晨，你少在这装圣人，有便宜不占，傻子才会做。”就在这时，那口清澈的泉水深处突然冒出了一串黑色的气泡，轻轻炸开，一股淡淡的腥臭味再次飘了出来，若有若无。可那些沉浸在发财梦里的村民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点细微的变化，他们只顾着争抢泉眼旁边的地皮，为了能多占一寸，甚至有人已经动手打了起来，推搡。咒骂声不绝于耳，哪里还有半分劫后余生的样子？回到家，我哥和我娘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他们不吃饭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喝水，一桶接一桶地往肚子里灌，仿佛永远喝不够。我哥明远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，比之前长鳞片的时候还要大，皮肤撑得亮晶晶的，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青筋在疯狂跳动。这水真甜，喝下去浑身都有劲儿。他打了个水嗝，对我说：“阿晨，你也喝点，别在那傻站着。”我看着他们这副模样，心里阵阵发毛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我偷偷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翻开我爹的册子，竟发现最后一张画的背面渗出了一行血红的小字，像是刚写上去的一样：“水清则夭，入腹成胎。”原来那泉水根本不是什么解药，而是另一种更可怕的惩罚。我冲出去，一把夺过我娘手里的水桶，大喊道：“妈，哥，别喝了，
这水里有东西。我哥打了个水嗝，喷出的气里全是浓重的死鱼味。他一把推开我，力气大得惊人，我被他推得撞在桌子上，桌子瞬间翻倒，碗碟碎了一地。你懂什么？他瞪着我，眼里满是疯狂。我感觉肚子里有宝贝在长，那是神仙给的福气。借着窗外的月光，我看到我哥的肚皮底下竟有东西在游动，像是一条条细长的小鱼，正隔着皮肉撞击着他的内脏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不光是我哥，整个村子里都传来了咕咚咕咚的喝水声，此起彼伏。那些村民像是中了邪，把这泉水当成了琼浆玉液，喝得忘乎所以。三叔公这时候推门进来，他看了一眼我哥的肚子，眼神里满是恐惧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跑。阿晨，快走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泉眼，这是那女人的产床。我跟着三叔公拼了命地往村外跑，可刚到村口就被一群村民拦住了去路。这些人的肚子都大得离谱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，像一群装满了水的皮球，行动迟缓却眼神凶狠。他们的皮肤变得半透明，隐约能看到肚子里有无数黑影在飞速游动、穿梭。三叔公，阿晨，你们想去哪儿？村长拦在我们面前，一边说，一边从嘴里吐出一枚黑色的鱼鳞，他竟还笑了，一脸享受地摸着自己已经裂开一道小口的肚皮。神泉的福气还没分完呢，你们想跑？我哥明远也追了上来，他已经站不稳了，趴在地上像青蛙一样跳动着，他的嘴裂到了耳根子，露出两排细密如锯齿的牙齿，看着像一头野兽。留下，把册子留下，那是开启神泉宝贝的钥匙。我娘秀莲瘫在村口的井边，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她的下半身竟开始慢慢粘连在一起，一点点变成了鱼尾的形状，皮肤也开始长出鳞片，只是这次的鳞片比之前更黑更亮。三叔公紧紧攥着怀里的桃木剑，将我护在身后，他看着这群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村民，眼里没有愤怒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你们喝下去的是那女人的子孙，他们在吃你们的五脏六腑，你们却还以为是福气。可村民们哪里听得进去，在他们眼里，三叔公和我是阻碍他们发财的仇人，是抢走他们福气的绊脚石。他们嘶吼着，像一群失去理智的野兽，朝着我们扑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泉眼方向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震得地动山摇。一股漆黑如墨的洪水顺着山坡冲了下来，速度极快，瞬间就淹没了整个村子。我和三叔公拼尽全力，爬到了后山最高的一块石头上，回头望去，整个村子已经被黑色的洪水吞没，看不到半点房屋的影子。那不是普通的洪水，而是浓稠的化不开的黑色粘液，水面上漂浮着无数人头，是那些村民的头。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能在黑水里绝望地张着嘴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悔恨，身体被黑色的粘液包裹着，一点点下沉。我看到我哥明远和我娘秀莲在黑水中沉浮，他们的肚子终于撑破了，无数条长着人脸的小黑鱼从里面钻了出来，密密麻麻的，贪婪地啃食着他们的残骸，转眼之间就只剩下一堆白骨，又被黑水慢慢吞没。这就是贪婪的代价。三叔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带着一丝沙哑，他们想吃鱼，最后却成了鱼的养料。三叔公，他们都死了吗？我看着那片黑水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三叔公摇了摇头，目光看向黑水中央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那个青衣女人的影子再次显现，她脚踩着无数条黑鱼，冷冷地俯视着这片废墟，眼神里没有半分波澜。因果已还，但债还没清，她的声音飘了过来，清晰地落在我耳边，阿晨，你爹欠下的，你得接着还。说完，他猛地扎进黑水里，那片浓稠的黑色洪水竟在瞬间开始渗透进地下，一点点消失，无影无踪。村子的原址上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烂泥，泥泞不堪，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找不到。那些村民仿佛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，只留下一地的黑色鳞片，在夕阳下闪着冰冷的光。三叔公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弯下了腰，他摊开手心，我凑过去一看，瞬间惊恐不已，他的掌心里竟出现了一个淡青色的鱼形印记，像是长在肉里一样，隐隐发着光。阿晨，这事儿没完。三叔公看着那个印记，语气沉重，那女人不是在报复，她是在找东西，找你爹当年拿走的东西。天亮了，第一缕阳光洒在泥泞的废墟上，却照不进我心里的寒意，只觉得浑身冰冷。我和三叔公背着简单的行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出山的小路上，前路茫茫，我手里死死攥着那本册子，昨晚翻到最后，发现册子的空白纸页上竟浮现出一张地图，地图上有一条红色的线，标注的终点是一个叫锁龙潭的地方。三叔公，我爹当年到底瞒了我们什么？我忍不住问道，心里满是疑惑。三叔公叹了口气，目光望向远方的山峦，你爹当年杀的那条精怪根本不是普通的鱼，是锁龙潭的守潭灵，这册子里藏着的不是杀精怪的法子，是镇压那东西的法子。你爹当年一时糊涂，杀了守潭灵，放跑了潭里的邪物，
这才留下了无数祸根。路边的小溪依旧清澈，水流潺潺，可我现在看着任何水流都觉得心里发毛，总觉得水里藏着一双双泛着白光的眼睛，在暗处盯着我。突然，三叔公停下了脚步，他死死盯着路边的泥地上，脸色骤变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泥地上有一个大大的脚印，那脚印带着蹼，纹路清晰，明显不是人的脚印，比普通的脚印大上好几倍。不好，有东西跟出来了。三叔公拉着我的手，快步往前走，声音急促：阿晨，快走，别回头，千万不要回头。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想回头看，却被三叔公死死按住了脖子，不让我回头。我能感觉到一股极冷的寒气从后脖颈吹过，凉到了骨头里，耳边还隐约响起了一个女人的笑声，凄凉又疯狂，跟那个青衣女人的声音一模一样，却多了一丝让人毛骨悚然的疯狂。我摸了摸怀里的雷击木剑，它竟在微微发烫，像是在预警着什么。我知道村子的毁灭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恐怖正藏在那张地图的终点锁龙潭等着我，而我爹欠下的债终究要由我来一点点偿还。这趟路注定不会好走，甚至可能九死一生，可我没有退路，只能往前走。